哦，这智能手表不是他手上，哎，手表能记录，这开不了。等一下，智能手表进水，芯片损坏，备份传输错误，是否还原？还原。还原。哦，来了，录音文件已损毁，以下为还原部分语音转文字信息。来11点半，说话人 C。外面的谁动了风扇？好呛。这里的餐食很好吃，你们5个看上去关系不错。F 那就是那个老板，对吧？哦 ，F 是老板，对。11点40 ，B 说你的串调味调好了吗 A 说差不多了，你的面团揉的怎么样了快揉好了，就咱俩一直在这里干活。？B 说搞定，我也去玩会儿。 ？D 说我先去看他们打牌了。那我自己喝会儿。 B 你在对我喷什么 ？B 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？同时发生声源混乱，然后无法识别说话，这不是个白棉花糖吗？明明是剥了壳的鸡蛋。哦，我觉得说话人 B 是不是白呀？你按照什么来判断这个是谁？说话语气，因为好，很明显。好，必须绝对是我呀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这边来信息了。这边来了个信息说，任总啊，二当家给我的药少了2瓶，他说这俩药之前都是你亲自保管的呀，昨晚他才从你房间拿出来，你们靠不靠谱啊？就有人从那偷了药呗。这是一个箱子。药，这个药叫推乱了和推大了。咱先看看推乱了是什么东西啊？主要成分来自于晕倒的特殊菌类，可扰乱大脑神经，使人体感紊乱，随机产生以下2种湿认症，药效可持续2小时。立体湿认症会将扁平人像当作立体的人，衣物湿认症无法辨认具体的人，会将衣物当成对应的人。物体大小认识症，物体颜色湿认症，物体软硬湿认症。哦，吸入后呢会出现红色印记，24小时后消失。后脖颈会有印记，有哎，你有红色的像蘑菇一样的，都有啊，都有。我杀人的凶器是这个。哎，这是你的。对，我记忆中那个花盆里栽的是绿色的草，可现在是一株红色的草。周物，我的周物。确认我拿的是个坚硬的东西。我应该是大小湿认症加平面变立体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我拿东西砸了他，然后把他拖到衣柜里锁上。这里有个这个。因为我太大力，它从窗户掉下去，掉到了天井里。我可能是软硬湿认症加平面变立体。推大了是吸入20分钟后会失去吸入前10分钟及吸入后20分钟内的记忆，燃烧使用，稍后会产生粉色物质残留。烧烤摊。我们去看看烧烤摊上有什么东西。哎，有粉色的，这个吧？有啊！通过这个风扇，通过风扇吹到屋里的，这个粉色的。对 ，OK， 那就知道了，来吧。就是谁在阳台上烧烤过？明白了，是这样的，前面那个是几点？第一个时间好呛，11点半。11点半。吸入20分钟后会失去吸入前10分钟及吸入后20分钟内的记忆。30分钟，23点50，这个时间对，是你失去记忆的时间，明白吧？是这个哈，是这个。来的时间是满的。这个刻度是一个格是半个小时。第一张照片是满格的，也就是10点半开始的。等你们都走了之后呢，大概是12点，里边的所有的电闸接口就关掉了。我们凭空中间消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11点20正好就是我们开始发生分歧的时间。对，那其实逻辑就是
他在11点半的时候点燃了这个推大了。第一个人就是 C， 说谁动了风扇好像也就是 C 可以排了，但是 C 是谁我们不知道。然后 B 说，你在对我喷什么？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？哎，不是个白棉花糖吗？明明是个剥了壳的鸡蛋。他说的是黑皮球，他说白棉花糖，这是颜色认知的差异。剥了壳鸡蛋也就是大小的差异。哦，凶手当着我们的面杀的他。对，我不是杀手。你是颜色混乱。我以前花盆里栽的是一个绿色的，出现的是红色的草。门前的小花园，坐在椅子上，我拿花盆重击，然后就给他击了。B， 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？就是颜色混乱，所以确定你就是 B， 我就是 B 吗？对吧？我就是 B 吗？对吧 ？B， 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？不是个白棉花糖吗？明明是剥了壳的鸡蛋。你为什么用黑皮球砸他呀？你是颜色混乱。说鸡蛋的人与其他人不同，可能有大小湿润，那可能这个东西是个大的。说棉花糖的人可能有材质湿润，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个硬的。那就是白色大的硬的物。大的、白的、硬的，是盘子吗？这个蛋挞很好吃。你的面团揉的怎么样了？大的、白的、硬的，面团。啊？面团能把人砸死吗？哦。哦，燃烧过的面团。哦，那有可能。为什么？你吃过烤馍片吗？烤馍片没有，被烤干了的面团是很硬的。但是它不至于说硬到能砸死人吧？等一下。哦，是这样的。瓷桶可存放低温液氮，液氮就是能够让它急速冷冻。打个比方，这如果是面团的话，冷冻的面团也是硬的。对，把面团急速冷冻之后变成一个大铁球子，大冰球。我觉得 A 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 A 在烤串儿，他在外面烧烤，他自己把鼻子护着，我们看不到的。而且他在外面有个好处，他是可以不去吸这个烟。然后 A 进来问，他说你的面团揉的怎么样？只有他关心面团。明白？对，说的对。所以 A 是凶手。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凶手也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是凶手。我想说一个点，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？这个凶手一定得能搞到这2份药。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首先，他应该要知道有这2份产品在2025年3月1日生产出来的，他要知道这个线索，搞到这2份药才能进行。不是，这2份药是人为善的。谁说的？是啊，我知道关键性证据是什么了，一定是我们谁的衣服上有面粉的。衣服都换了，都换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还可以排一个。
这个同时发生，有人说不是白色棉花糖吗？所以它是分不清材质，那分不清材质的人就可以排掉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谁分不清材质？我分不清材质。他也是分不清材质，我也分不清材质，他也分不清材质，他也分不清材质。剥了壳的鸡蛋是什么？大小，谁分不清大小？我手臂。他也分不清大小。对。OK， 经典2选1。如果说我们两个分不清大小排不掉，为什么你们两个分不清材质就被排掉了？因为我说了话，我说，为什么不是白色棉花糖吗？对啊。So， 你可以排那个说那句话的人不是凶手，但是你没法确定说说那句话的人是你呀。你为什么可以说那句话的人是你呢？哦，你也是分不清材质。这么多人分不清材质呢？不是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切入点不在这儿，是在那2包药上面。谁进房间拿到药了，这是凶手会干的事儿，一定是凶手干的事儿。谁去过他房间喽？对啊，你们不都去过了吗？对，那真没法排。先找找东西吧，来，我们看看宴客厅周围找一找。垃圾桶要看，垃圾桶，快！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特效伤膏药。我刚刚翻了垃圾桶，明明没有东西啊。这个是垃圾桶里面的功能主治，针对冻伤，涂抹后3分钟即可痊愈，不留任何伤痕。哦，他弄那个面团，他手冻伤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就代表凶手只要用过这个药，他就知道自己是凶手；如果他没有用过这个药，他就不知道自己是凶手，明白吗？对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手冻伤了。对，他要用这个药。对，47是作案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47？因为为什么你拿黑皮球砸他呀？明明是个剥壳鸡蛋，都是47说的。所以47动的手。OK。23点50，这个时间是你失去记忆的时间，所以这个凶手47在砸完之后拿着冰块，手上全是冻伤了。我要涂这个药膏，正好在3分钟之后，也就是50，大家恢复记忆的时候，你看到我的手就是完好无损的。对。不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现场涂的吧？他包是现场涂的，现场涂，不然他的手受伤就会被我们看见了。是谁？快点吧，直接说出来。谁给你发的信息最可疑？你们5个人都翻了。是这样的。前6个人的推理逻辑说，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这个凶手没吸到毒药，对不对？我觉得 A 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 A 在烤串儿，他在外面烧烤，他自己把鼻子护着，我们看不到的。而且他在外面有个好处，他是可以不去吸这个烟。这个凶手没吸到毒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凶手没有失忆。对，我们这个口供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3个就是在死者死了之后，我们依然看到死者在这里。10点半我们在一起吃饭，20分钟之后，老板来了，过了30分钟他要回家，他回了家，我们又吃了40分钟，我们就走了，剩下的人走了，但是回头一看，老板还在那。我的和他的是一模一样。我也是和他一模一样，我是看到了人的衣服，把衣服当成了人为善，我才回来杀他。后来。认成了人为善，那就说明我们中了那个人偶症状，也就是叫做衣物失认症，会把衣服认成人。那也就是说，老板死了之后，这个外套留在这儿，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哥们儿还在这儿坐着呢，也就说明我们3个中的是同一种症状。
所以我们3个绝对不是凶手，因为我们3个已经置换了。对。那如果说你们2个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，就说明你们2个没有中这个症状。 10点半我去吃的夜宵，20分钟之后那个来我老板来了，吃了30分钟，然后你说你不舒服，你就走了。11点20，然后转头一看，那个人为善就不见了。我们俩10点25我走以后，他也消失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5个又吃了40分钟就一起回去了。我俩一模一样，你们2个没有医务师认证，没有中这个症状，为什么可疑呢？因为你们看到说这个人离开了这里。 也就对应上了23点47，他死亡之后，他被脱离了这里。你们对应上的是案发，所以一定是贺跟你里面出一个呀。周误，我的周误，我杀人的凶器是这个。 为什么凶手没有失忆啊？因为他吸入了这个毒药之后，他不知道拿什么东西砸他了。但是我在吸入毒药之前，我就知道我要用这个行凶了，那我不就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了吗？那他被置换了之后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类型的置换。对啊，我是凶手，我在吸药之前，我知道我今天要用这个面团砸死他，那我。 就知道这个面团在这儿，你再揉这个面团就行了。我就算吸入药，把它看成黑皮球，我知道那是面团，拿起来砸它不就行了吗？我觉得他说那个是对的。我为什么还要后面去实行一发跟你们一样的所谓的我已经被置换了，再去假杀他一次呢？ 检查我们脖子后面的时候都有一个小蘑菇印记嘛，也就证明我们都吸入推乱了。吸入后呢，会出现红色印记，24小时后消失。有，都有啊，都有。随机产生以下2种失认证。你现在觉得是谁？我现在如果去投票，我只能投贺，反正就是您和贺里边一个。就相当于关灯这件事情。 既然大家都已经完全所有人都回去全晕过去了的话，为什么您还可以回来关灯？大概是12点，里边的所有的电闸接口被我关掉了。这人发信息过来了，哎，来信息了。任总，我们还有2海里，我们就到晕岛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什么啊？ 哦，我知道了，什么？因为他的那个岛不是倒闭了嘛，神魂颠倒，所以他现在要重新做一个岛。晕岛，晕岛，晕岛。所以任为善还在晕岛上做这些恶行。所以我觉得我得去拯救那些人，因为我是很骄傲又很善良的芭蕉扇。没错。我们投完票之后，我随机抽中一个人跟我去做这个善行，我们得去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。没问题。 OK， 没问题。没问题。OK，那我们就去投票吧。